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丽丝的美食世界。大家十一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在十一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小姑娘呢，跟她的爸爸妈妈一起去餐厅吃饭。这个小姑娘大概也就2-3岁的样子。然后呢，当时跟爸爸妈妈一起在比较一个拥挤的那么一个西餐厅吃饭。然后呢，突然我们听到这个孩子就哭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孩子不小心把自己的水杯打了，然后呢洒了自己的裤子上，然后呢就很湿，然后整个立裆都湿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哭声特别大，然后呢整个餐厅的人都在看他们，哎呀这孩子怎么了？哭声这么大哈！这个爸爸首先先去安抚了他半天，然后这个孩子还继续哭，哭得特别伤心，还对着别的人，然后在那边哭。爸爸就把他放到妈妈那边，因为爸爸可能要去开车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妈妈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吼这个孩子，同时给了这个孩子非常响亮的一记耳光。然后这个孩子顿时就停下来了。然后这个妈妈继续在吼他。这件事情呢，我必须拿出来说一下，就是打孩子这件事情。可能在亚洲来讲呢，我们都觉得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挨过打，对吧？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欧洲的话，这个妈妈当时就走不了了，一定会有群众会打电话报警，然后说她虐待儿童，这个妈妈会很快的就连走都走不了，就离不开这个餐厅了，然后马上就会有警方控制住这个妈妈。然后就会有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就来看是不是这个妈妈经常这样子打孩子 ，OK？ 因为打孩子算是身体虐待 ，OK？ 那我同时想说一下，这个妈妈的表现也非常的自私。我来讲讲为什么我觉得她很自私。首先，这个孩子只是不小心打了他的饮料在他的裤子上，他之所以大声哭泣，是因为他第一被吓到了，第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三他在寻求他的父母情感上的支持以及安抚。 OK， 这是孩子在做的事情。其实我忘了说一点，这个孩子还觉得很丢脸。 OK， 他是有自尊心的，不要告诉我说2到3岁的孩子没有自尊心，相信我，他们都有自尊心的。 OK， 好，他们已经觉得很丢脸了。可是呢，爸爸妈妈不仅没有给他情感上的任何的安抚，相反，然后这个时候妈妈的做法是吼他，并且给了他一记耳光，而且这个耳光非常响亮，啪的一声 ，OK？ 这个妈妈做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你的哭声让我丢脸了，让我在所有的这个餐厅人的面前丢脸了。他不仅没有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相反，他在用这种身体虐待的方式来惩罚这个孩子，让他的脸面无处可存。你有想象过这个孩子当时是有多么的恐惧吗？莫名其妙的就被打了，不仅没有情感上的支持，没有安抚也就算了，丢脸也就算了，妈妈还在当众这么多人的面前打了他一记耳光，让他的颜面无存。而这个妈妈还在向这个孩子索取情感上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他的脸面丢了，你哭让我的脸面丢了，让我的脸面往哪放？所以我要惩罚你，我要打你一记耳光，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所以这个妈妈的做法是非常的自私，而且如果这个妈妈当众可以给孩子一记耳光，你可以想象在家里面这个孩子会遭受更多的虐待吗？身体虐待吗？言语虐待吗？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在中国来讲，甚至在亚洲来讲 no big deal。 然后呢，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也没有什么教育的理念，对不对？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物质匮乏精神匮乏的年代，
能活下来就不错，能把孩子养活了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然后我们的父母呢，等于说也是没有情感满足的，然后呢，他就既带遗传，然后也会变得情绪很容易冲动，然后控制不了情绪，然后孩子一吵一闹一烦的话就啪啪啪打你，对吧？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的小的时候，我爸爸也打过我，但是很少 ，OK， 首先很少，但是我依然记得，当他要打我之前的那种愤怒，真的让我非常的恐惧 ，OK，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被打了，那种恐惧简直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要把我杀了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父母虐待孩子给孩子的真正体验就是这样的。而这个2、3岁的孩子哦，他自己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情感满足啊，所以他才会刚开始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希望得到很多的注意力，大家都看我啊，我都弄成这样子了，然后怎么办啊？哎呀，你们赶紧来安抚我一下。他其实是在向自己的父母求救，在寻求关注，寻求爱，寻求安抚。一个真正成熟的母亲会怎么做呢？她会马上过来跟孩子讲说，哎呀，这个水杯它倒了哈，弄到身上了啊，这样肯定很难受啊。哎呀，吓到了吧？啊，是不是吓到了啊？没关系，那个我们大不了把这个裤子回头换一下，然后下一回呢，你喝水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再打破了就好了，没关系的啊。也不要觉得丢脸，有妈妈在，妈妈会保护你的，好吗？这种算是安抚 ，OK， 这是一个成熟的妈妈应该做的事情。那之前大家还记得我推荐大家看的这本书吗？《原生家庭》。好，这里面就有讲身体虐待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首先他们说，多数父母都会不时地产生想要打孩子的冲动。那父母为什么会打孩子这个啊？尤其是在孩子不停地哭泣、烦扰我们，甚至挑战我们权威的时候，这种冲动便会异常的强烈。有时候啊，与其说孩子这种感觉是孩子的行为所致，倒不如说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疲惫、压力、焦虑和不快。看到没？这个妈妈就是她自己有压力，她觉得她丢脸了，然后她觉得很不快，对不对？那么多数人能够成功的克制打孩子的冲动，但不幸的是有不少人是无法控制这种冲动的。那么我们尚不能对其中的原因做出科学的解释，但只能分析其中的一些揣测，那就是呢，身体上虐待子女的父母们似乎都有某些的共同特点。首先就是他们都极度缺乏对冲动的控制力 OK， 只要有负面情绪需要发泄，他们就会选择对孩子动粗。这种行为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几乎毫无意识。看到没？这个妈妈就是毫无意识，她的这种做法对孩子的情感上有什么样的伤害，她毫无意识。然后体罚孩子已然成为他们对抗压力的惯性做法，一有冲动，他们就会对孩子施暴。而对孩子施暴、身体伤害的父母呢，往往自己就生长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虐童行为正是他们童年体验和感悟的重演。他们的角色榜样呢，就是曾虐待自己的父母，而暴力就是他们学会解决问题的和发泄情绪，尤其是愤怒的唯一手段。而许多虐待孩子的家长是带着严重的情感缺陷和需求不满步入成年的。看到没？这个妈妈其实也是在寻求一种情感的慰藉，她自己小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这些情感的安抚，情绪的安抚，她的父母就没有接住她的情绪，所以她就很容易冲动，她的情绪也不稳定 OK， 造成了她继续忌惮遗传到她自己的孩子身上，造成这个孩子也在被遭受情感的忽略，以及在他妈妈冲动下对他施行的暴力，而这个孩子的情绪也会不稳定 OK。 还有就是他们会将子女视为父母的替代品，
并且在他们身上寻求父母从未给予自己的情感满足。看到没？当子女无法满足这种情感需求时，他们就会被激怒，看到没？进而将怒火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到子女身上。在那一刻，孩子更像是父母的替代品，因为施虐者真正的愤怒对象是他们的父母。OK， 这一段已经足以解释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哪怕这个错误其实也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需要他忽略自己的感受，相反去讨好你，而不让你烦躁，你会造成他的一个讨好性行为。OK， 这是第一点。慢慢的，如果你继续这么操作的话，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而讨好型人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未来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很幸福，因为他可能被他的情感缺失太严重，他内心的匮乏太严重，所以某一天遇到一个渣男渣女，给他情感上的满足，在追求的时候给他很多的情绪价值，他就容易陷进去，很快就跟这个人好了。可是这个时候，万一他遇到一个海王海女或者渣男渣女，他都完蛋了。而这个就是你作为父母给孩子造成的影响。而且我可以肯定，你还是非常一个控制型的父母，因为任何一个孩子讨好型的孩子，一定是有一个控制型的父母，而这个孩子也会成为一边讨好，同时一边又想控制，他的控制欲也会很强。这个对亲密关系依然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OK， 你无法控制的，所以这样的婚姻也不会很幸福。他如果以后再有了孩子也不会，因为他继续在重复和你跟他之间的这种童年模式，然后他会再重新的强迫性重复他和他孩子之间的这个模式。你看到没？这就是影响有多深。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知道中国还不是很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从我们80后的人来讲，其实已经都很介意了，能不打孩子就不打孩子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刚才说马克思，就是他的爸爸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打手的，但是从他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意识和就心理学发展这个比较快，所以西方欧洲那边就是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虐待。 OK， 你不可以身体虐待你的孩子。 OK， 如果你有一次的话，就会被别人 report， 老师看到了，老师 report， 其他家长看到了，其他家长 report， 邻居看到了，邻居 report。 OK，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这在中国行不通的。 OK， I don't care。 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对孩子的影响太深了。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我这个视频，如果你是我们80后或者90后的父母，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有打孩子的冲动，请你先疗愈好你自己，不要再忽视孩子的情感，因为长期情感缺失的孩子还会有不自律的问题、上瘾症、情感表述困难等等，我都不说了，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们真正爱你们的孩子的话，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再打孩子。如果没有人说这个问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继续下去。但是在欧洲你看，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再去打了，就是从80后已经没有人再去打孩子了，很少，如果有的话一定会被 report。 OK， 所以从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重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被解决的。 OK，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是不会这样子去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不是说我给他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我就算爱孩子了，我给他上兴趣班，我给他让他上好的学校。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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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真正爱孩子是在情感上，你先要满足他，让他觉得内心不是匮乏的，他的内心是充满爱的，让他知道我如果出了任何的问题，我如果办了任何的错事，我可以向我的爸爸妈妈敞开心扉，因为他们会无条件的接纳我，他们会无条件的爱我，他们永远都可以保护我。这才是一个真正有爱、一个成熟的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曾经被打过，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被打得很严重的话，你有可能还会出现走另一个极端，就是你特别无法看到孩子被任何的受一点委屈、受一点伤等等。那这个就太过了，你就会不给他限制条件。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育理念，包括做任何事情要讲究一个平衡。那像那个母亲，就是她不平衡，她走到了极端，就是暴力解决问题。而你是属于不暴力，我就太软了，就什么都不，我什么都可以让孩子做，什么都可以，我一定不会打孩子。No， 也不行，你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OK， 你需要给孩子制定规则，告诉他怎么样是什么，遇到选择 A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选择 B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在这个期间上，你要给他情绪的支持，情绪上的满足，这样才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而你如果这种暴力式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的话，你的孩子情绪也会不稳定。OK， 然后他以后，如果你控制欲又很强的话，他以后也会变得懦弱，他做不了决定，他不敢承担责任，因为他如果做错的事情，你就会暴力解决。你知道他有多害怕你吗？但是你又是唯一可以给他爱的那个人，可以保护他的人，你知道他内心对我有多纠结吗？我最信任的，我最爱的那个人，相反他会来体罚我，他会来伤害我，尤其是当我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一件错事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对待我。 OK， 所以从今天开始，做父母的朋友们，请你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好好的先去疗愈好自己。从今天开始，明白你要给孩子的情感支持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将影响他往后的一生是否真正可以得到爱和幸福。 OK， 那本期视频结束，感谢你的收看，下期再见。